陈磊，你居然拿结婚的30万买了这3台发电机，你是不是疯了？中介那边还等着咱们去交线面的定金呢，你倒好，把钱全砸在这堆破铜烂铁上了。阿瑶，你听我解释，这天热的邪乎马上就要大面积停电了。我发小在水电局工作，刚才偷偷给我打电话说的。就现在这鬼天气，全城家家户户都在猛开空调，水电局那边的变压器都快烧得冒烟了，实在扛不住，马上就要强制拉闸限电了。一旦停电，咱们的活海鲜就得全死光。我买这些发电机，就是为了保住咱们家的货。只要熬过这次停电，整个市场就只剩咱们家小活下，到时候能赚几十万，甚至上100万。你真是想钱想疯了。郝刚，你别乱提这些东西。郝刚，这3台机器30万，弄坏了你可赔不起。你那店全靠打氧机撑着，等真停了电，你那一屋子活龙虾全得臭遍整条街。你吓唬谁呢？老子卖了10年水产，从来没遇到过什么大面积停电，你就在这守着这些破铁皮，等着倒霉吧。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我就问你最后一句，新店面的定金你到底交不交？下个月咱们就要结婚了，你难道想让我跟着你在这个破店里闻一辈子鱼腥味吗？阿瑶，你就信我这一次，买新店面的事不能干，真停了电，肯定会血本无归的。你天天就知道给我画大饼。今天你要是不把钱拿出来，这婚就别结了。阿瑶，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我刚托人买了最新款的包包，走，上我车吹空调去。陈磊，我真是看错你了，你活该娶不上老婆。小磊，那可是你娶媳妇儿的钱啊，就这么全花了，阿瑶都被你气跑了。媳妇儿跑了还能再找，可一旦停电，满池子活虾全憋死，咱们家就彻底完了。就按我说的做。不，这钱是你起早贪黑在冰水里泡出来的，爸妈信你的手艺，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快点儿，把2万斤极品龙虾全倒进1号池，给老子把打氧机开到最大，趁着这波高温，我要狠狠赚一大笔。把旧池子砸了，赶紧铺上加厚隔热板，把3台发电机的油箱全都给我加满。郝老板，再给我来50斤中虾，自己拿筐装就行。今天店里2万斤活虾，随便挑。50斤一共1500，扫码还是现金？还是郝老板有底气。这么热的天，整个市场就你家货最齐。做生意拼的就是胆量。小陈啊，你这机器装了半天了，池子里怎么还是空的？王叔，这天太反常了，今天我不打算压太多货。不压货你吃什么？夏天本来就是抢钱的好时候，你看郝刚那边门槛都快被人踩断了。机器一停，几万光金虾1个小时就死光了。还是稳当点好。小陈，听叔一句劝，你把存款全砸在这些铁疙瘩上，连货都没中，这日子还怎么过呀？王叔，真不用劝我，您今晚也少备点货，千万别囤太多。你这孩子怎么就听不进好赖话呢？行吧，我去隔壁拿货了。陈老板，今天给你发多少筐？200斤精选大虾，多1斤都不要。200斤？陈老板，你跟我开玩笑的吧？夜市一晚上就能卖出去上千斤。就按我说的来。郝刚今天可是进了2万斤，你这点货连塞牙缝都不够，有钱不赚，净瞎折腾。爸，把冰柜里的备用冰块全都搬出来。妈，你去检查下隔热板的封边。小磊，就这么点货，至于防备的这么严实吗？真要是停了电，这3台发电机就是全市场的命根子，半点差错都不能出。陈磊，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把那堆破机器退了，跟郝哥认个错，大家还能分你口汤喝。管好你手里的咖啡吧。真是不知好歹。怎么回事？变压器炸了！怎么回事？断电了，全区的群都在喊断电了。
赶紧给制冰厂打电话，要冰块越多越好。先把水温压下来。喂，苏老板吗？我们要30块大冰锭。要什么冰啊？全区都停电了，我的制冰机全停了。我自己的货都快保不住了，哪还有冰给你发？他说不发货，全城的制冰厂全停了。去借制氧机，要干电池的那种，去隔壁那几家都问问。全借光了，大家都断电了，谁都没有。现在一个干电池泵的价格都炒到平时的5倍了，还没货。2万斤货呀，闷上2个小时就全废了。3号机会网，制冷水泵启动，2号机制氧泵拉满负荷，全部会网完毕。爸，机油循环没问题，把卷帘门全拉起来吧。好哥，你歇会儿吧，这么咬一晚上，人都要累垮了。不能停，一停就全完了。你能顾得过来几个池子啊？这里面可是2万斤货呢！我刚瞅了眼最里面那个槽，水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好臭啊！这味儿不对劲儿。死了！全死光了！闭嘴！这只是底下沉的一小部分，上面还有活的。好哥，算算吧，亏了多少？金价12块1斤，2万斤，总共24万，全赔光了。就算还有几千斤勉强喘气的，在这种水里泡一晚上，明天一早肯定全死透。好哥，你看对面那台发电机，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郝老板，开门拿货了。什么味儿这么刺鼻？郝刚，你这货怎么回事？王叔，昨晚不是停电了吗？断了几个小时氧，虾有点闷着了。你拿回去用清水半天，能缓过来的。你糊弄谁呢？这虾头都软了，死的不能再死了。你让我拿死虾去夜市开大排档，万一吃坏一桌顾客，我这半辈子的招牌就彻底砸了。王叔真没那么严重，掐头去尾，猛火一炸，客人吃不出来的。你这是昧良心，我不赚这种黑心钱。今天这货我绝对不能要。哟，老王，这么早啊？今天要多少货？咦，这什么味儿啊？谁家下水道炸了？徐姐别拿筐了，全完了。2万斤全翻肚皮了。这水都发黏了，还怎么卖啊？郝老板，大家都在这儿了，事儿明摆着，你这批货彻底废了。昨天我们付的定金退了吧。我今晚接了5桌包席，专门订的小龙虾，你这断货，我立马得去别家高价调货，没工夫跟你磨子，赶紧把5000块定金退我。我交了3000定金。郝刚，真不是我们不帮衬，死虾我们真不敢要。退钱！把定金退了！把定金退了！各位老板、街坊邻居们，昨晚全区突然停电，这真是天灾啊！大家互相担当一下，行不行？这批货我算便宜点，5块钱1斤给你们，行不行？白送都没人要，吃出人命来，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做生意讲规矩，交钱拿好货，交不出货就得退钱。魏瑶，你
去收银台把账本拿出来，现在就给我们退钱！别找我，我就是个帮忙算账的，钱根本不在我这儿。钱呢？昨晚霍一拉到为了拿最低价24万，全款全打给上游养殖场，没钱了，24万砸进这堆死虾里了。你的抗风险能力呢？连台备用发电机都舍不得买，还在这冲什么大老板？阿瑶，你那张卡里是不是还有10万块死期存款？先拿出来给我周转周转，等把各位老板的定金退了，明天我就找人借钱，保证加倍还你。爸，那是我的私房钱，是我的命根头。你自己把钱砸进死水池里，凭什么让我给你填窟窿？你昨天还说这生意有我一半呢。那是你能赚钱的时候，现在你连定金都退不出来，我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哎，那是什么？走！哦，小陈，活的，全都是活的，这水温，这成色，简直绝了！陈老板，你这简直是神仙操作，全程都断电了，你居然硬生生弄出个冰窟窿来。王叔徐姐，昨天我劝大家少囤货，今天看来大家都没备够。别提了，昨天我看郝刚那儿货多，以为跟着大户走稳当，谁能想到这大热天说拉缸就拉电。小陈，叔服了，叔这次是真的服了。陈老板，废话不多说，我今晚有5桌包席，绝对不能空着。你这池子里的货，我全要了。徐姐，你讲不讲道理？你全帮了我们和西北风啊！我的大排档今晚搞开业1周年庆典，主打就是麻辣小龙虾。陈老板，给我称100斤，剩下的他们分。凡事得讲个先来后到，我可是第一个进来的。小陈给我称80斤，我现在就转账。给我来50斤，我要30斤。别急呀，我的筐都被踩碎了。小陈，我知道今天这活虾是全城独一份，平时25一斤，今天我出40一斤，给我装50斤。你这不是哄抬物价吗？你出40，我出50，50块一斤。陈老板，你现在就给我称。50块一斤，拿回去炒了卖给客人，得卖多少钱？这不是砸自己招牌吗？小陈，叔没带那么多现金，45行不行？我出55，60，我给60，只要能保住我今晚的包厢，客人赔本我也认了。都把手机放下。小陈，价格要是不满意，我们还能再商量。不用商量，我陈磊做生意不搞这套拍卖的把戏，发灾难财的事儿我不干。小陈，你这话什么意思？昨天进价25一斤，今天还是25，1分钱都不涨。陈老板，你刚才说多少？25，原价卖。小陈，你疯了吧？这可是现在全区独一份的活虾呀！就算卖80块一斤，我们也得硬着头皮买。你这是把几10万的利润白白往水里扔啊！赚几10万，然后呢？要是我今天卖你们80，你们拿回去，要么涨价把客人赶跑，要么自己赔本关门。咱们都是在这条夜市街上混饭吃的，你们的店要是全倒了，我明天进的货卖给谁啊？生意不是做一锤子买卖，我今天保你们有货下锅，你们以后就认准我这个供货点，这才是长久之道。硬气，陈老板，你是个爷们儿！就冲你今天这句话，以后我大排档所有的水产，只要你这儿有，我绝不去别家。小陈，姐也说句实在话，
以前姐图便宜跑对面拿货，是姐瞎了眼。以后就算你这儿的虾贵个1-2块，姐也铁定在你这儿进货。算我一个，还有我，以后全跟陈老板合作。是。今天我这儿就200斤货，大家都少拿点，互相匀一匀。徐姐，你那5桌包席，一桌按2份算，30斤足够了。这30斤，我保证足斤足两。行，就听你的安排。刘哥，你那1周年庆典主打菜不能断，给你40斤。够了够了，省着点卖，绝对够了。王叔，你摊子小，平时一晚上也就卖30斤，今天给你20斤，早点卖完，早点回家歇着。好孩子，叔记你一辈子的好。25块钱1斤，1分不多，1分不少。才半个小时，200斤精选大虾就全部分完了。每个来的人都拿到了能维持今晚基本生意的货量。店门口排档老板们的电动3轮车一条接一条的开走了，街道又恢复了清晨的平静，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毒辣的阳光重新炙烤着柏油路面。对接好钢像尊石像似的死死盯在自己那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味的水池边。他隔着一条马路清清楚楚地看完了陈磊店里发生的所有事。原价1分不涨，满池子的死虾，几10万的货款，彻底烂掉的信誉。巨大的落差像块1000斤重的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要是大家都没下麦，要是所有人都停摆，至少他不是唯一一个输人。小磊，装几个防盗监控就行了，你让老赵拿这种造桥墩用的高强度螺纹钢把3台发电机整个罩出来，是不是太夸张了点？爸，监控只能事后抓贼，防不住有人提前搞破坏。赵师傅，背面的散热通风口一定要留够尺寸，但网格间距不能超过3厘米。陈老板，我在这条街干了半辈子电焊，还是头一回见人给发天手锁级别的笼子。这可是30毫米加粗的实心螺纹钢，就算拿大型切割机来切，没个把小时也切不开几个口子。你这防范也太下本了。就要这种受力点。这3个锁铐给我双满焊在最里面的凹槽里，让任何工具都夹不住、撬不开。好家伙，全钢防盗毒锁，这锁要是丢了钥匙，连我都只能拿高温焊枪慢慢熔开。行，你出工签，你说了算。今儿就算是一只蚊子，他也别想钻进你这铁笼子里去。小磊啊，咱们街坊邻居的，谁会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啊？你这是防谁呢？爸，几10万的家当搁在外面转着，防君子好办，防红眼病可难了。人被逼到绝路上的时候，嫉妒心比啥都吓人。喂，郝老板今天全城停电的事我们都听说了，但我们养殖场的规矩你心里清楚，一手交钱一手给大货单。卢哥，我的情况你都清楚，2万斤货全闷死在池子里了。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24万的货款，你昨天说今天结清尾款，明早8点养殖场的收款车。去你店里收现金，要是成了死账，卢哥，你宽限我2天就2天，就2天。店一来，我立马把死虾处理干净，重新进货，肯定能翻本。规矩就是规矩，明早8点，24万连本带息。钱凑不齐，你那间双门面大商铺就不是你的了。提前准备好父子的转让合同。凭什么陈磊还有货？凭什么陈磊成了这条街唯一赚钱的人？只要破坏掉其中一台机器，就会中断，几百斤大虾就会全憋死。我也不会是唯一一个输得精光的人，还得永远丢掉这条死街的话语权的人。对，必须停草，所有人都得停下来。
小磊，这都下半夜了，你盯着屏幕干啥？还不睡觉？快了？什么快了？还真有人来了，这背影看着像对面的郝刚。除了他，整条街没人会在这个点睡不着觉。只要几秒钟，陈磊店里的大虾就会跟我那2万斤死虾一个下场。这算什么防空洞吗？哪个人才会给发电机焊这种造大桥用的实心钢筋铁笼子？啊！给我断！娘，怎么可能？你说怎么可能？有门有锁，但别说是伸进去大铁钳，他连最细的小拇指尖都根本卡不进去。小磊，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这要不是焊了这个铁笼子，给发电机保护起来，要不今晚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爸，你在楼上坐着就行。那把铁剪弄不开桥墩，用的实心钢，省省力气吧。声音从头顶的摄像头里直接炸开，极度的羞愧混着绝境里的恐惧，瞬间冲垮了我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看着眼前这道牢不可破的钢铁笼子，再回头望望街对面那间飘着恶臭、堆满死虾和烂账的店铺，24万，8点就要来收铺子的催债人，他引以为傲的老经验，他当初嘲笑的那些话，此刻全变成了抽向自己的耳光。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他不光输了运气，还输了脑子，输了格局。郝刚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盯着地上那把卷了刃的大铁剪，肩膀开始剧烈的震动，喉咙里挤出一种像野兽临死前低哑的呜咽声。全没了。呜咽声越来越响，最后变成了一场彻底都崩溃的嚎啕大哭。郝刚捂住脸，在这个他永远也跨不过去的防爆铁笼前放声大哭，哭声里全是绝望和后悔。小磊，这哭得太惨了，我下去看看，别出什么事。让他哭，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嫉妒和疯劲儿，眼泪流干了，才能冷静下来，想明白自己错在哪儿。明天早上我会跟他好好谈谈，要是他愿意认错悔改，我们就给他一次机会。郝刚，到点儿了，24万全款，拿钱还是拿店？全完了，全死光了。陆哥，你看看我这全死绝了，我真的1分钱都掏不出来。那女人把最后10万也卷走了。养殖市场的规矩，昨天晚上我已经说清楚了，收不到钱，商铺抵债。签了这份转让协议，拿上你剩下的东西，现在走人。陆哥，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店一来，我借高利贷也把钱给你补上。没人会借钱给一个穷光蛋。我不听废话，现在签字，我们立刻接手场地，清理死虾。不签，我们走法律程序，查封你名下所有东西，让你上失信名单。等一下。陈老板，这是我们养殖场和郝刚的烂账，你来插手干什么？卢哥这账他今天结不清，但这铺子你今天不能收。陈磊，你在教我做事啊？他欠24万，你让他拿什么抵？这是我店里这2天的销售流水，
加上30个高标准保温隔热池，全街的夜市现在都靠我供货。我是优质客户，郝刚欠你的24万，我替他做全额担保，缓3天，3天内他还不清，你来对接，拉我的机器抵债。陈磊，你脑子进水了！同行是仇家，昨晚他还想过去砸你的机器，他现在彻底垮了。你对面的生意一家独大，你拿自己的全部身家保一个想弄死你的竞争对手，一家独大那叫绝路，客流只会越来越少。水产必须成气候，大家一起亮着灯，顾客才会来，这是做生意的道理。收一家满是死虾的破铺子很难变现，还要花不少清理费。但如果有陈良这个日进斗金的客户做连带责任担保，这笔烂账就成了绝对稳妥的稳钱。陈老板够魄力，我认你这个担保。3天后24万利息1分都不能少。走。你为什么要帮我？我昨天晚上还去破坏你的机器。我听见你的大铁剪崩口的声音。这2个是最底下的恒温槽，我看过水质，水还没完全发黑。里面底下的夏命硬还活着，但再闷2个时，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活。把你的总闸拉了。把扯线接主电源。好嘞。往后退。动了，他们动了！4000斤，至少有4000斤活虾保住了。这4000斤小龙虾就是我翻身的本钱，是还清24万的指望。陈兄弟，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好兄弟，别来这套虚的，电费1天1结，1小时50度电，亲兄弟明算账。我不是好人，我以前瞎了眼，处处挤兑你。你放心，这3天我拼了命卖货，绝对不让你替我背锅。把死虾全清出去，店里用消毒水冲3遍。我不管你以前干过什么，我只看咱们这条街以后能不能挺直腰板做生意。同行从来不是冤家，这大夏天全是几10条夜市街，光靠我一家店，就算发电机烧冒偏了，也接不完所有的单。做生意要成行成市，这条街的名声臭了，我们都得喝西北风。陈兄弟，你放心，这4000斤活虾我重新过秤挑点，哪怕混进1只死小龙虾，我亲手把它嚼了，绝对不卖给排档老板。把路走正，夏天才刚开头，以后按规矩办事比什么都强。赶紧忙活，夜市排灶的老板们晚上还要来拿货。徐姐，你看看人家小陈的气度。是啊，这条街以后不一样了。这叫什么？这叫大格局，有他在咱们街上供货，以后天塌下来，咱们大排档都有底气开门。郝刚，只要陈磊点头，我们今晚就来你这儿分点货，你可别再拿死虾糊弄我们。徐姐，今天全按陈老板的规矩卖货，缺斤短两，我10倍赔你。你小子总算靠谱了。你可别拿我开玩笑了。人群外围的一棵老槐树下，温瑶静静地站在阴影里。昨天他带着存款去了市中心的豪华商铺，却发现没30万，根本连那个圈子的门槛都迈不进去。他回来想看看陈磊是不是已经破产，却发现并没有，连死对头郝刚都对他言听计从，
陈磊叼着发电机的油门，他身上没穿任何名牌，但整条街的人都在仰着头看他，满心的悔恨浸透了温瑶的全身。那30万是他逼着陈磊存下的，但真正能让那30万变成金山的，是陈磊脑子里的见识和一身硬骨气。而他为了一个名牌包和虚假的体面，亲手推开了这个真正的依靠。来电了！大伙儿，电来了，但以后的生意怎么做，得立个规矩。陈哥，你直接定调子，我们照着签。今天这纸上写的叫老诚信水产联盟，就3条铁规矩：第一，死鱼死虾绝不能排斗厨；第二，碰上极端天气，联盟内绝不哄抬物价；第三，互相帮衬。以后谁家资金周转不开，设备坏了，联盟一起兜底，进货渠道和设备共享。以后咱们这条街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还有啥好犹豫的？小陈带头，我老王第一个签定点采购协议，我第2个签。以后我家的包厢客只认咱们联盟的货。给我留个位置，我大排档今后的海鲜全从联盟拿。陈哥，托你的福，还有大家这几天的帮忙，昨天下午24万的债我已经全还清了。都别站着了，规矩立下了，日子还得红红火火的过，都过来吃块瓜，解渴。全城各地各大饭店的采购老板们都拿着订货单，往这个新成立的名声大噪的诚信活水产中心赶。我们楼订200斤，我们老板说了，只认你们老街诚信水产联盟的货。发电机的轰鸣声停了，属于我的商业版图才刚刚拉开序幕。